抛弃幻想，做好准备，迎接中美之间最坏的对抗局面。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欢迎来到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中美之间的暴风雨已经来临。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几天的报道。5月27号，中国商务部发布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通话，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进行了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双方认为发展双边贸易非常重要，并就彼此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继续保持沟通。随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对外发布了这一消息。戴琪在线上会谈当中谈到，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指导原则以及他对美中贸易关系的持续评估，期待未来与中方代表进一步磋商。这个新闻当时在很多人看来，对中美关系是令人鼓舞的好消息。6月2日，在与媒体的电话会议上，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谈到美中高级官员最近1周就经贸问题进行了2次视频通话，称拜登政府仍在评估前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包括如何处理对中国的关税政策。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3日说，中美经贸领域已经开始正常沟通，双方都认为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十分重要，存在诸多可以合作的具体领域，也都提出了各自关切的问题。但结果是怎样的呢？美国再一次用他的行动告诉全世界，千万不要相信美国人。美国总统拜登6月3日签署行政命令，将包括了华为、中芯国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等在内的59家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禁止美国实体和个人对他们进行投资。请各位特别注意这几个情况。于是不仅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的这些企业投资，而且禁止美国公民向中国企业投资。也就是说，美国人连这些中国企业的股票都不准购买。而是拜登的这一禁令远比特朗普还要凶猛，被列入他们的黑名单的中国企业数量比特朗普时期翻了1倍。拜登的对华政策可是超过了特朗普时期那个时候的歇斯底里了，连美国公民自由投资的权利都被他剥夺了。严格来讲，这违反了美国法律。美国佬的表现好比一个人刚刚微笑着伸出手来与你握手，表达善意，但转过身却抽出一把大刀挥向你的脖子。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我1个多月之前的判断结论，拜登比特朗普更阴更狠。估计谁也想不到，拜登上台以后会以大家都预想不到的速度全面提升对中国的狠毒。除了把中国定位在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国家之首以外，拜登政府抄起了特朗普时期丢在一边的人权大棒，把中国在新疆的反恐与扶贫的成就污化为侵犯人权，把治理香港暴乱的举措污化为破坏民主，联合欧盟一道对中国实施制裁，全力以赴联合与挟持澳大利亚、日本甚至英国、法国等一些国家一道向中国秀肌肉，构建反华军事新联盟。这还不够，拜登竟然大规模地升级了对中国企业的制裁。特朗普做不到的事他做了。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美国已经下定决心采取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中国搞垮。美国对待中国的决心，就像拜登在上任100天发表演讲时说的那样，在他的任期内绝不允许中国超越美国的情况发生。可以预见，美国下一步将会对中国重点采取以下几种手段：第一，全面展开并升级贸易战、科技战，不择手段打压中国经济发展；第二，全面展开舆论战，以人权为核心，全力以赴地对中国进行造谣抹黑，污化中国形象，为构建反华新联盟奠定价值观基础；第三，全力构建拜登倡导的反华新联盟，并设法拉拢中国周边国家以及南海周边马六甲海峡两岸和印度等国家，扩展其盟友队伍，
对中国进行全面围堵。第四，联合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一道进行军事威胁，鼓动日本国民自卫队向正规的国家军队方向发展，牵制中国，坚决阻止中国实现两岸统一。第五，加大在南海、台海、东海搞事的力度，设法挑起中日之间的钓鱼岛武力争端，必要时在南海挑起中美两国的军事冲突，甚至制造借口阻止中国船只通行马六甲航道，阻断中国的外贸通道，实现让中国经济崩溃的目的。第六，设法鼓动并联手印度挑起中印边境战争。因此，我们对待拜登领导下的美国，必须抛弃一厢情愿的任何幻想，更不要相信美国政客和政府表现出来的所谓的合作意向等等的假的善意，也不要相信他们说的什么中美之间是竞争，这在美国人的心里其实就是要对抗，必要时就是要挑起战争。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全面做好被迫对抗的准备，迎接美国制造的暴风雨，战胜一切困难，赢得最终胜利。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下次再见。